欢迎收看 Agent 创世纪。今天我们来解读一项重磅研究。苏黎世联邦理工团队推出了 NDAI 框架，它让大语言模型作为首席工程师，自主掌控复杂的工程设计。该工作不仅构建了多智能体协作系统，还推出了配套的工程设计评测基准，推动了人工智能从虚拟代码生成迈向端到端物理制造。引入这一新框架的背景是传统工程设计面临的两大痛点。首先是流程孤岛化，从概念设计仿真优化到物理制造，不同工具链之间壁垒森严。其次是现有人工智能方案的黑盒化逆向设计模型，由于缺乏可解释性，导致非算法专家无法直接交互与操控。为了打破这些技术壁垒， NDAI 实现了设计范式的转换，用户只需输入简单的自然语言，例如设计一个轻量化承重支架，系统就能自动将其转化为具体行动。它能自主调用仿真软件，在线计算拓扑优化，并直接导出 3D 打印文件。大语言模型在这里充当了通用的模块化接口。支撑这一系统运转的是其核心的 Supervisor 路由架构，它采用分而治之的策略，由一个主管智能体连接7个专业子模块，例如将工程任务路由至 NDBench， 将知识检索路由至 MMORERAG。这种智能路由避免了模型工具过载，确保了意图识别与结果回传的精准运行。这个路由架构所连接的是7个各司其职的专业智能体小队，它们涵盖了工程、知识、学术以及搜索、超算、终端和制造。其中，工程小队负责物理仿真与导出，超算小队远程管理 SLURM 集群，制造小队则直接控制 3D 打印机。如此精细的分工，打通了从理论文献到硬件制造的全链路。在实际执行中，这些智能体实现了高度默契的无缝接力。当用户要求查找参数并打印悬臂梁时，主管智能体开始智能分发。RAG 智能体首先检索文献，精准提取出 0.35 的体积分数参数，随后工程智能体据此运行优化，并自动生成 3D 模型，最终由制造智能体连接打印机，输出真实的物理实体。全过程无需人类编写一行代码。为了科学评估这套系统的实际能力，团队设计了全新的3维评测体系。它包含3大考验，首先是工作流执行，测试多部工具调用的连贯性；其次是知识检索评估，重点考验能否消除参数幻觉；最后是超算编排测试，衡量长周期任务中的专注力与耐力。这构成了一套针对工程 AI 的深度大考。围绕这些评测维度，团队展开了一场巅峰对决。评测对象包括云端闭源巨头，即 GPT-5 Mini 和 Gemini 3 Flash， 同时引入了2个本地开源小模型，分别是 Qwen 3.54B 与 Qwen 34B。这次对比的核心目的是探索4B 参数规模的本地模型能否在复杂场景下胜任工程重任。在工作流执行测试中，团队构建了一棵由易到难的技能树，它包含7个层层递进的测试场景，从最基础的 FULL 直接调用开始，向上需要进行 WL 直接调用开始，向上需要进行 WDerived 派生计算，以及面对干扰项的 WDistract 语义消棋。而最高难度的关卡是根据实时仿真结果进行逻辑判断的，即 WCOND 条件分支。这一梯级测试能精准探明模型的逻辑边界。在基础的 Beams 2D 拓扑优化任务中，云端模型的表现接近完美。Gemini 3 Flash 取得了 97% 的完成率， GPT-5 Mini 紧随其后达到 96%， 而本地开源模型 Qwen 3.54B 达到 78%。 相比上一代 Qwen 34B 的 55%， 实现了极其显著的代际飞跃。这证明在基础工程设计中，专有云端模型已具备极高可靠性。一旦任务进入复杂的条件分支阶段， AI 的表现就会遭遇断崖式下跌。在 Photonics 2D 物理问题中，最强云端模型的成功率暴跌到 20% 到 53%。系统需要根据仿真结果选择不同参数，但实验发现一个致命瓶颈， AI 经常能成功读取仿真数据，却在最后关头忘记执行判断逻辑。这是当前多智能体协作的核心痛点。这种逻辑判断的失误会直接演变成严重的物理灾难。对比具体的生成结果，成功的 Gemini 选对了分支，其交并比 IOU 达 0.58， 平均绝对误差 MAE 仅为 0.138。
而逻辑错误的 QN3-4B 输出了完全偏离标准的结构，交并比暴跌到 0.37， 平均绝对误差升至 0.204。这证明在工程设计中，算法逻辑错误等同于物理零件失效。除了明显的逻辑错误，研究还发现了虚假努力的现象。折线图清晰地揭示，当遇到困难时，模型倾向于疯狂且重复的调用工具。例如 Q1 在调用3到6次时，得分大幅下滑至 0.35，GPT-5 mini 也从 0.70 降至 0.48。这种盲目的工具调用根本无法弥补其底层推理能力的不足。评测的第二项核心挑战是针对工程知识的检索能力。在实际工程中，盲猜参数极其致命。雷达图对比显示，没有文档支持时，系统毫无目标，而引入 MMORE 检索系统后， AI 能够精准定位多篇 PDF 文档，并提取高精度优化参数。这项测试旨在验证 AI 能否通过主动阅读复杂文献来消除盲目的参数幻觉。一旦失去检索支持，大模型的表现就会暴露出致命短板。柱状图对比显示，开启 RAG 辅助时，云端大模型提取参数的得分接近 1.0， 但在空置 RAG 状态下，面对训练截止后的最新参数，所有模型的准确率瞬间归零。这证明 RAG 是真实工程场景中绝不可谈判的核心基础设施。除了知识检索，系统还要面临最后一项极限挑战，那就是超算编排。该测试模拟了真实的运维工作，系统必须连续执行4个步骤，从生成脚本、提交任务到实时监控以及评估模型。这不再是简单的即时问答，而是针对长周期状态追踪的耐力测试。在这场耐力大考中，顶级大模型之间拉开了显著差距。对比数据显示， Gemini 维持了惊人的钢铁意志，在4个阶段中成功率均为 100%。相比之下， GPT-5 mini 却出现了显著的注意力衰竭现象，它从起步时的 90% 成功率一路下滑到最终评估阶段的 50%。这说明在长周期任务中，顶级大模型依然会不可避免地走神。由 AI 全自动训练出来的模型在质量上到底能否达标？4张小提琴图对比了 COG 和 MMD 等多个关键指标分布，结果显示，由云端模型自动训练的生成式模型，其性能完全媲美人类专家打磨的基线，甚至在多样性上也毫不逊色。这有力证明了 AI 不仅能调用工具，更有能力去自主创造全新的 AI 模型。实验得出的第一个核心洞察是本地开源小模型的惊人进化。相比上一代 QN3-4B， 新一代模型任务完成率提升了 23%。在极轻量化的 4B 参数规模下，它填补了上一代激进空白的性能缺陷。这表明在本地部署下，数据绝对安全的私有化 AI 工程师已经具备了极高的落地可行性。研究得出的第二个核心洞察是状态推理，比单纯的工具调用更重要。传统的无状态工具调用已不够用，真实工程需要严苛的状态推理能力。这具体表现在3个层面，首先是跨步骤，记住关键数值；其次是保持极高的数字精度；最后是根据仿真反馈动态调整计划。这构成了评估工程 AI 的关键水准。基于这些深刻的洞察，行业正迈向智能设计 4.0 时代。其核心是 Andy AI 编排引擎，它无缝连接了多物理场仿真、文献检索以及制造导出，实现了从创意想法到 3D 物理实体的直接流转。这彻底跨越了生成式黑盒的鸿沟，让全链路白盒编排与端到端物理制造成为现实。总结这项突破性的工作，我们能清晰看到 AI 工程师的进阶之路。在系统架构上， Andy AI 统领7大智能体，成功实现了设计与制造的物理闭环。但评测结论也清晰地指明了边界，条件分支推理与长周期记忆依然是当前大模型有待攻克的难关。展望未来， AI 将超越简单的黑盒生成，成为主导超算、查阅文献的联合科学家。持续攻克推理深度与长周期注意力，将是迈向下一代工程智能的关键重点。